协调员就是在家属最不想要你出现的时候，必须要出现在家属面前，把他这个家属已经死亡的这个噩耗告诉给家属，而且还要跟家属提出器官捐献意愿的这一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角色。一般都是脑部疾病的人，就是譬如车祸的病人达到脑死亡的这种标准。他的心跳功能好的，那么脏器又是好的，基本上都是很突发的一个事件。你想家属肯定是很难接受的。如果他们是那个比较情绪激烈的话，一般就会直接就拍桌子，或者是拿起你的宣传资料就直接就撕了。他们就会说，你们有没有良心？我们的病人已经快死了，你们还在跟我们谈这个事情。我碰到最剧烈的一次呢，那是在2014年的3月1号，这个14岁的一个小孩子，没有任何机会的，已经是脑死亡。临床医生呢，他也胆子也特别小，他就也没有跟家属来介绍我们协调员的身份。然后呢，我们协调员呢，当时性子也比较急，跟家属第一句话就讲：“你的孩子已经脑死亡了，我现在问问你是不是有器官捐献的意愿。”然后家属一下子就炸锅了，10几个家属就围过来，为什么说我们死了？我们还有救的，我们还要救的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医疗信息？肯定是主管医生他不好，你们之间有什么是不正当的交易？家属马上就打110报警，警察也不知道会有器官捐献这么一档子事儿。经过反复解释之后，我还给家属写了一份保证书，签上我的名字之后，然后才得以离开了现场。就是说，我们觉得他已经死亡的时候呢，有些家里面人呢，觉得他还是会有救。你看，我到他边上跟他讲话，他会流眼泪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低级的一个反射。被诊断为脑死亡的病人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过来，比心死亡更加精准，更加准确。不是你把心脏拿出来放在水里，它还会跳，它会跳1-2个小时，跳不跳和死亡没关系。就是我们国家目前对于脑死亡的标准来讲，在全世界来讲是最严的。2016年开始，我们国家这个捐献的总案例数超过了4000例，成为全球的绝对数量第2的国家，仅次于美国。但是我们国家的器官捐献率呢是偏低的，100万人口的捐献率在2016年是达到了2.98，在全世界排名第51名，落后于大部分的国家。我印象呢其实是蛮深的，这个人呢是45岁，不小心被一辆土方车挂倒了。我们最早呢是和他那个就是一个是儿子，一个是太太，还有呢是个大伯，3个人。但是他们说他们不能够做主，就请了4个人进来。我讲了第3遍，他说我们必须要征得我们家里面老人的同意。当场就拿出了10个手机啊，分别给他们的老人打电话了。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说，真的没救了吗？这一句话重复了最起码有5遍，大概又过了大概有2-3分钟。我们其实那里面一直是很安静的。然后老人后来就说了，如果能做好事，那我同意的。其实是老人就相当于把整个家里面几十个人的这个压力都挑下来了。他救了3个人，一干2剩嘛，真正的是挽救了3个家庭，让10个人的生活重新走上了正轨。今年3、4月份的，是一个小白领就被抢劫了，歹徒是把他给掐着脖子晕过去了，把人扔到草丛里了。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是将近36个小时以后了，很快人就达到一个脑死亡的状态了。到了现场，看到了这个患者的爸爸和他的妈妈。爸爸当时就一句话：我们不会放弃他的，我们一定是要尽我们的最大努力，一定要抢救到最后一刻。后来我也没有再跟他多说，因为可能你再给他讲他已经脑死亡了，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他父亲是一个伤害。3天以后，他爸爸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：“陈医生，你来吧，我们大概家里人想通了，我们愿意做这件事情。”他说，让他的生命能延续下去，这是对他年轻生命最大的尊重。他是一个朴实的农村人啊，他可能也不像我们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，但是他的整个对这个生命的认识的高度，我觉得可能那是应该是在我之上。实施那个器官捐献以后呢，他整个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。我们协调员呢，这个工作性质呢，
就是随叫随到型的。这个手机呢是24小时必须得要待命的，所以我们手机从来不搁静音，声音加震动。有时候病人的话，他同意捐献了，但是可能是只有半夜里面，必须从晚上就要走。如果拖到白天的话，那时间可能就不允许了。每次就是和家属沟通的时候，我都会很紧张，手心真的是会出冷汗的，脸色是有点白的。生死对人来讲呢是头等大事啊，你面对生死的时候啊，你的态度总归是不一样的。你让家属去做这样一个选择，其实你自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的。我觉得做协调员这份工作吧，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，都没有这种兴奋感，因为你成功的话，意味着一个生命已经没有了，就去世了。你失败嘛，更不要说了，因为你连一个拯救其他病人的一个生命的机会都没有。因为我看到过很多等待器官捐献的病人，他们确实是很难。我就心里面就觉得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工作做好，一定要让他们有这种机会，让他们重生。